接上期影片，这期影片我们将继续深度解读26位名人大师的32句关于金钱财富的名人名言的下半段，都是颠覆您对金钱财富的理解和认知的肺腑之言。想要提升认知，并在这个世界上赚取更多金钱财富，请点进我的频道翻看往期影片，更多关于名人名言的深度解读。如果觉得受用，欢迎订阅路易德金财富观，我是路易德金，让我们一起发掘金钱财富。金钱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人，二者必一，别无其他。赫拉斯。个人能够理性且适度地看待和使用金钱，让金钱为自己服务，满足生活需求，实现个人价值和理想。这种情况下，人是金钱的主宰者，用金钱来提升生活质量，推动事业进步，人被金钱控制，奴役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可能迷失自我，忽视精神追求和情感需求，甚至不择手段，最终成为金钱的奴隶，被金钱所左右，失去了生活的自主权和幸福感。金钱是一种有用的东西，但是只有在你觉得知足的时候，它才会带给你快乐，否则的话，它除了给你烦恼和妒忌之外，毫无任何积极的意义。席慕容。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交换功能，它能够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并且可以用来获取各种服务和商品，从而提高生活质量。个体对金钱的态度以及内心的满足感对幸福感的影响。即使拥有丰富的财富，如果内心永不知足，总是渴望更多，那么金钱就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如果过度追求金钱或沉溺于物质欲望中无法自拔，往往会滋生出诸多负面情绪，如焦虑、压力、不满、嫉妒等。这种情况下，尽管财富增加，但精神层面却可能日益空虚，人际关系也可能因此变得复杂紧张，反而降低了生活的幸福感和质量。没有钱是悲哀的事，但是金钱过剩则更加悲哀。托尔斯泰。在现实生活中，金钱是实现基本生活保障、获取必要资源和服务的重要工具。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人们可能会面临饥饿、疾病、无家可归等生存问题，难以接受教育、提升技能或者享受文化娱乐活动，限制了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此外，贫困还可能引发社会歧视、排斥和边缘化，进一步加剧心理压力和社交困难。然而，托尔斯泰并未将金钱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反而指出金钱过剩可能带来更大的悲哀。一方面，过度追求和积累财富可能导致个人价值观扭曲，过分重视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追求、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甚至诱发贪婪、自私、冷漠等消极品质。另一方面，金钱过剩往往伴随着压力和焦虑，如担心财产安全、投资风险、遗产分配等，以及因财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冲突和个人内心的孤独感。此外，过度富裕的生活可能使人失去对生活基本需求的感知和欣赏能力，导致幸福感下降。金钱好比肥料，如不散入田中，本身并无用处。福培根。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金钱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在于其能滋养、推动其他事物的发展。如同肥料对农作物的重要性，金钱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是交换媒介、价值储存、经济活动的润滑剂，能够帮助人们满足生活需求、开展生产、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社会发展等。金钱必须被投入到实际用途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如同肥料若只是堆积在仓库里而不施入田地，其营养成分无法被作物吸收利用。金钱如果不流通、不投入生产消费、不用于解决问题或创造价值，就会失去意义。现实中，如果有人囤积大量金钱却不进行投资、消费或慈善捐赠等，这些金钱就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也无法改善社会福祉，实际上处于闲置无用的状态。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惊艳到一些，
和人家真吃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张爱玲。个体对金钱的态度往往深受其成长环境、生活经历的影响。张爱玲因其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和较少的金钱困苦经历，自然更倾向于欣赏金钱带来的好处，而对金钱潜在的危害缺乏直接感受。正如张爱玲所说，金钱既有其明显的好处，如提供生活保障、实现愿望、提高生活质量等，也可能带来种种问题，如物欲膨胀、道德滑坡、人际关系紧张等。理解和接纳金钱的双重属性，有助于我们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金钱的陷阱。张爱玲对比自己与那些真正吃钱的苦的人，展现出对社会底层民众苦难的同情心，同时也促使读者思考，在享受金钱带来的便利和舒适时，是否应关注并尽力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让更多人免于吃钱的苦。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财产的分配与保卫占据了整个世界。列夫·托尔斯泰。在现实社会中，财产的分配不仅关乎个体的经济地位，更决定了社会资源的流向和权力结构。大量的精力、政策、法律都围绕着财产的获取、保有、转移进行，如税收制度、产权法律、市场规则等。在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财产，包括自然资源、经济利益等的分配相关。国际经济秩序、贸易争端、地缘政治冲突等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对财产与利益的争夺。纵观历史到现代社会中，许多社会运动与改革诉求，如工人运动、农民起义、税收改革、反腐败斗争等，都与财产的分配不公、保护机制失衡密切相关，反映出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追求。虽然权势是一头固执的熊，可是金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莎士比亚。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权钱交易现象，某些权势人物可能因贪图金钱而滥用职权，接受贿赂或进行权钱交易，导致公共权力被私人利益侵蚀，损害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这也是全球范围内反腐斗争的重要对象之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巨额资本可通过游说、公关等方式对政策制定和法律法规产生影响，使政策法规更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这种现象在立法、监管、税收等领域尤为明显，可能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公共利益的受损。金钱对权势的强大影响力可能导致社会公正受到挑战，富人或大企业可能利用金钱优势获得超出其应得的特权和利益，而普通民众或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则可能被忽视或侵犯。这种现象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威胁社会稳定。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契诃夫。在现实生活中，金钱作为通用交换媒介，对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它能购买食物、衣物、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和服务，使人免于匮乏和困苦。然而，过度追求金钱可能导致精神压力增大、人际关系疏远、道德底线滑坡等问题。此外，金钱带来的满足感往往是暂时的，且有边际递减效应，即随着收入增加，每一单位新增收入带来的幸福感逐渐减少。现实中，许多富有的人可能仍然感到内心空虚、焦虑不安，说明金钱并非幸福的决定性因素。爱情作为人类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能给人带来深深的归属感、亲密关系的满足以及共同成长的动力。美好的爱情关系可以滋养心灵，提升生活质量，是许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人生体验。爱情本身并不能确保恒久的快乐和幸福，爱情关系可能存在矛盾、冲突、变故，甚至破裂，这些都可能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扰。而且，
过度依赖爱情来获得幸福，可能导致个体忽视自我成长和社会责任。当爱情遭遇挫折时，幸福感可能会骤然下降。追求真理有助于人们建立清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明白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从而在生活中做出符合内心信念的选择，实现自我价值。此外，对自我的真实认知与接纳有助于个体心理健康，避免因虚荣、攀比或自我否定导致的内心冲突，从而增进幸福感。金钱是任何国家都能理解的一种语言，可以派上一切的用场。阿弗拉宾在国际交往中，语言、习俗、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可能构成沟通障碍。然而，金钱作为一种通用的语言，可以跨越这些障碍，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在经济活动中达成共识，进行有效的合作与交易。例如，外国游客可以用本国货币兑换当地货币进行购物消费，跨国公司通过货币结算进行国际贸易等。在市场经济中，金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企业运营、投资融资、劳动力市场、商品交易等活动的纽带。资金的流动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维系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在许多社会中，财富积累往往与社会地位、影响力紧密相关。拥有大量金钱的人可能享有更高的社会声望、更广泛的资源获取渠道以及更大的决策影响力。财产可能为你服务，但也可能把你奴役。赫拉斯。在现代社会，财产通常指的是我们拥有的物质财富，如金钱、房产、车辆等。这些财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例如，金钱可以让我们购买所需的物品，房产可以为我们提供安定的住所，车辆可以方便我们的出行。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辅助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和舒适。当人们对财产的追求过于贪婪，将财产视为生活的唯一目标时，就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过度追求财富可能会让人忽视精神层面的需求，导致内心空虚和孤独。同时，过度的物质追求也可能让人们陷入无尽的竞争和攀比之中，导致心理压力增大，生活质量下降。此外，为了维护和增加财产，人们可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牺牲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人类一切赚钱的职业与生意中都有罪恶的踪迹。爱默生。从经济活动的本质来看，赚钱往往涉及到资源的获取、交换和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比如欺诈、贪污、垄断等。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其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对经济活动中的道德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看似合理的商业行为可能被视为不道德，反之亦然。此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虽然赚钱的职业与生意中确实存在罪恶的踪迹，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活动都是不道德的。事实上，许多职业和生意都是在遵守法律、尊重道德的前提下进行的。钱像人粪尿，如果你把它撒开，它会使庄稼得到好处；如果你把它堆积在一个地方，它会臭气熏天。小克林特·麦奇逊。从的积极作用来看，金钱确实像人粪尿一样可以为庄稼带来好处。当金钱被合理、广泛的使用时，它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提高生活水平，推动社会进步。例如，企业用资金投入研发，可以推出创新产品，提高竞争力；政府用资金改善基础设施，可以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个人用资金学习技能，可以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然而，如果金钱被过度集中或滥用，就像人粪尿堆积在一个地方，它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变得臭气熏天。这种情况下，
金钱可能导致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道德沦丧等问题。例如，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民众不满。比如，金钱用于非法或不道德的活动，如贪污腐败、洗钱等，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和道德底线。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金钱的双重性质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一些成功的企业家通过合理运用资金，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一些贪婪的政客或商人则因为滥用资金，最终身败名裂。巨大的财富对于一个不惯于掌握钱财的人是一种毒害，它侵入他的品德的血肉和骨髓。马克·吐温，财富可以成为他们实现目标、提升生活品质、推动事业发展的有力工具。然而，对于那些不惯于掌握钱财的人来说，巨大的财富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毒害。其次，当一个人突然拥有大量财富时，如果他没有足够的道德定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很容易被财富所迷惑，变得贪婪、自私、挥霍无度。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外在行为上，更深入地影响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道德观念。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对待它。一个人拥有财富，并不意味着他的品德就一定有问题，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正确看待财富，是否能够在拥有财富的同时保持谦逊、诚实、善良的品质。同样的，一个人即使没有财富，但如果他的品德高尚、行为正直，也同样值得尊敬和钦佩。金钱是新式的奴隶制度，它与旧式的奴隶制度不同的是，与奴隶之间没有任何人性的关系，没有任何人格上的往来。列夫·托尔斯泰，金钱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它像旧式的奴隶制度一样，能够束缚和限制人的自由和尊严。在旧式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拥有对奴隶的完全控制权，而金钱则通过其交换价值，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和选择，使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在旧式奴隶制度中，尽管奴隶受到压迫和剥削，但至少奴隶主与奴隶之间还存在某种形式的人际交往和互动。然而，在金钱的奴隶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和疏离，人们只关注金钱的价值，而忽视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现实生活中，金钱确实成为了许多人生活的主要目标，甚至有些人为了追求金钱而牺牲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同时，金钱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人们往往只看重金钱利益，而忽视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看待金钱的价值，将其视为满足生活需求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免成为金钱的奴隶，保持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毫无辛苦地赚钱的人不胜枚举，但是毫无辛苦地挥霍的人则绝无仅有。高尔基，许多人似乎能够轻松地获取财富，不必付出太多的努力和辛苦。这种情况可能源于多种因素，比如继承了丰厚的家产，拥有特殊的才能或机遇，或是处在了一个有利于财富积累的环境中。挥霍金钱的本质，它往往伴随着内心的挣扎、矛盾，甚至是痛苦。这是因为挥霍不仅仅是金钱的流失，更是对自我价值、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的考验。一个人如果轻易地挥霍掉辛苦赚来的钱，很可能会陷入空虚、悔恨和自责的情绪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往往对付出努力后获得的东西更加珍惜。因此，那些通过辛苦努力赚钱的人，在花钱时往往会更加审慎和理智。相反，那些轻松获得财富的人，由于缺乏对金钱的珍惜感，更容易陷入挥霍无度的境地。此外，正确看待金钱的价值，无论是赚钱还是花钱，都应该建立在理性、审慎和负责任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避免无谓的浪费和挥霍，同时也应该学会合理规划和管理自己的财富，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到此为止
26位名人大师的32句关于金钱财富的名人名言已解读完毕。想要提升认知，并在这个世界上赚取更多金钱财富，请点进我的频道翻看往期影片，更多关于名人名言的深度解读。如果觉得受用，欢迎订阅路易德金财富观，我是路易德金，让我们一起发掘金钱财富。